远的乡里面。这应该算中国最偏远的地方之一了。它那个白色的是啥？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条动物景观大道，那这里就相当于是无人区了呗。刮到底盘了，也就是说，在这儿翻了车之后没有人救援。传说戎马乡就在一个大湖的边上，哎，他们的车真的不在了，挺特的嘛。连线杆确实好像就是到这儿就没有了。我们走迷路了嘛？哇塞，这个路真的也是绝了，车都偷散架了。哎呦，我也要散架了，要散架了。哎，慌了没有？我们可能真的走丢了。车也不在了，现在车也不在了，那没信号。没信号。湖还在我们的右边。哎，出现村庄了，出现村庄了，高老师。啊？真的有村庄啊？他们的房子都那么矮吗？对啊，我们刚刚是在低处，所以说没看到。我都绝望了，我说这哪有路啊？他们是在有个凹下面一点儿，所以说我们从下面开上去的时候，只看到这个塔了。我靠，这些房子是怎么冒出来的？哇，房子还挺多的。对啊，小白，你们到了。我听到声音了。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，我都以为我们走丢了。你进到乡里面来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终于看到房子了。我们现在在乡政府里面。欢迎你们到戎马乡。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跟丢了，我们在看上坡，我说哪儿有城呢？然后康老师也在找，然后我看上去，那儿有个房子。今天是2024年10月27号，我终于到了戎马乡，这也是我10几年来一直想来的地方。虽然它太偏远了，但是我一直没忘记这个地方啊。今天终于来了。好多狗啊，他们这儿。这个就是戎马乡乡政府国徽。知道为什么乡政府他们会有这样的钢筋把它全部封固好了吗？像一个笼子一样，是因为这里隔三差五的就有棕熊造访。昨天晚上又来了棕熊。2018年，戎马乡就开始陆续搬迁了。现在的乡政府大概还有2-3个工作人员，一到天黑，他们基本上是不出门的。就在几天以前，一只很大的棕熊又来到乡里面了，最后大家合力把它给抓住了，开车走了好久，把它给放归野外了。另外就是在几天以前，乡政府的一个女同志到牧区去给牧民看病，就在路上遇到了几十只成片的狼群。当时幸亏是开车，她自己都在说，如果是骑摩托车去的话，那可能就很危险了。大部分居民已经搬迁了，也能看出很多落败的房子没有人住。这个地方是最繁华的地方了，乡政府所在地的大院儿。半夜要上个厕所的话，估计要被棕熊给叼走。厕所在那儿呢。戎马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红色的峡谷。自80年代戎马乡建乡以来，一直都是以放牛放羊的畜牧业为主。在这之前，这里没有牧民定居点。戎马乡旁边的伊布查卡是羌塘腹地一个非常古老的盐湖，面积接近100平方公里，绕湖一圈基本上是2个马拉松的距离。50年代以前，藏北的牧民赶着牲畜从很远的地方翻山越岭也要来到这里驮盐。这里一直是生活在藏北地区的牧民们最重要的取盐地。直到今天，戎马乡也没有通电，但是有太阳能，一到晚上经常都是处于没电的状态。2018年，为了生态保护，全乡开始移民搬迁，陆续都搬去了拉萨定居，只留下几十个人留守在这儿集体放牧。戎马乡变成了现在人去房空的场景。
现在我们去岩画的路上，因为去岩画的路很不好走，所以请朋友们在当地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车，然后我们现在去看岩画。一只手都数不过来这么多人。野驴在跟我们一起跑。对，野驴。还有一只园林，藏园林。我看来的时候好多藏羚羊、藏园林。哇！幸好没开那个车啊！哎呀！藏北地区的岩画第一次被人记录是在1903年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的书中提到的。当时他说，在西藏北部的山谷里面发现了一块石头上刻着猎人追逐羚羊的画面，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藏北地区的岩画才陆续被大量发现。我们现在正在去看岩画的路上，这个地方地处羌塘腹地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挡风的这个。挡风了。放羊人哦。哇，厉害！哎，看这有个树。哇，这有个牛。看到了，上面有个牛。对，看见了。牦牛，而且是牦牛的。这个是角嘛？对。这个是牛吗？哦，藏文字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是感觉像牛，但是看不出来。但这个是文字。对。这个是个海螺嘛？这里是个牛，这个是牛头，野牦牛。一个人牵着，中间是一个，哎，确实是像一个小人一样。这个太清楚了，这个牛，这个是羊，这个是羊，这个很明显，盘羊，这个是盘羊，大脚的盘羊，这个也是，这几只都是盘羊。啊，这个好清楚啊！这是一个人，他牵了一头牛，看到了吗？然后呢，旁边还有一头野牦牛，这个很大呀，大很多。也许就是这个放牛的人，然后在放牛的时候，在这儿画下来的。有可能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弓箭，然后这里是一头野牦牛，牛角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射中了这只野牦牛，这把弓箭插在了牛背上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狗，太神奇了。一个小人，然后用牵着一头牛，这是什么？是一只狗，应该是一只狗。然后后面还有一头狼在追，耳朵里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就是牛，野牦牛。我们查了一下资料，就这个资料基本上记载的说的是，经过鉴定，大概是在3000年以前的这些岩画是3000年以前的。也就是说，证明了这个地方传统意义上的无人区，在3000年以前已经有人类在这儿活动了。岩画的位置大概是在戎马乡几公里外的嘉陵山上，所以这一片岩画的区域也被称为嘉陵岩画。但是4700米的海拔，在这儿走起来还是有点具体的。几千年前在这儿游牧的人，用坚硬的石头直接在这些散落的火成岩上敲，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小麻点。没有人告诉你的话，基本上在这儿很难发现散落在这些地表石头上有那么漂亮的岩画。大多数的这些岩画所表达的内容，基本都是游牧的生活，所以专家推测这些岩画属于羌塘地区最早期的岩画。其实我觉得3000年前和现在相比，自然环境应该变化不大，也许这个错水位多一点，也许少一点，但是不变的就是荒凉、寒冷、干燥，空气稀薄。不过戎马乡除了岩画，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山谷。在这个红色的山谷里面有一个温泉，这个水温大概有60-70度，这些石柱在渗透着温泉，这是他们的泉眼，一直在那儿喷，好多野生动物都汇聚在这个地方。
他们要在这里喝水。不了，接地不当，同样一个原因。说我们到达目的地可能缺82%左右。他的电车回不去呀。